拿了我们的圣药却不办事，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。杀了他！就凭你们？你究竟是何人？这姑娘早就同你们说过，就算荒在你们面前，你们也认不出。这下总相信她的话了吧？贱人，你们认识？对仙子可得客气点，没教要我教教你。暗地偷袭算什么本事？你的对手在这儿。贱人，夺拐天师，抢着送死，就先成全你吧！战败，求死而已。可你别想好过！黄泉一股。不懂怜香惜玉也就罢了，还敢如此无礼，找死！清月宴与你，定有某种机缘。要不然不会与你融合至此。那些神奇火种在助人点燃神火之后，可都是要自行离开的。我也不知为何，只觉得清月宴与我心性相通，全无阻隔。那要是太过接近，这清月宴不会连我也烧吧？店家，给我好好使的。红焖金翅大棚，味道一定要够好。带路，我现在就去杀仙殿传人，回头来饮圣酒，吃金翅大棚。这里是一个阵盘，有强者守护。方才那人就是走到这儿，只是向里面传音。
看来现在再想传音，已经晚了。这洞天已经禁锢一切。你是谁？方才你通传的消息，可还记得？你是黄？看你修行方法，似乎不是仙殿之人。为何要替帝冲卖命？说，这祭坛通向何处？只要说出虚空坐标，我们便饶你一命。我不知道，我只负责守护在这里。每次有事，只需将古书放上去，就会被传递走。这多半是一种奇阵，只能传送古书之类的，生灵无法踏上去。没法破解吗？虽然很难，但也不是全无办法。我曾在古书上看到过这种传送阵，兴许可以推演出另一岸的坐标，然后自行搭建通道过去。这大概要多久？快不了，回演可是很耗费精力的。哎，放心，亏待不了你。小心！他是想毁掉祭坛，给帝冲报信。你并非仙殿门徒，只是替他效力，何以对他这般忠心？我身中绿铜朽侵蚀，若无仙殿传人施法，必死无疑。也好，如此便算是解脱了。又是绿铜锈，仙殿，你等百般作恶，我绝不放过。乾为天，坤为地，震为雷，巽为风，精景开修，商度死生。就是这里。嘿，成了。走。你就不怕那地冲修出了一道仙气？要真如此，进去可就是送死。不说迈出那一步有多难，要真是成功了，依照他的性格，必然早已出关征讨四方了。正是如此，想来此时正是他修行的关键时刻，绝想不到有人会闯进来。你把我们传送到哪儿来了？这里寸草不生，明显已不是仙灵界。帝冲会选在这么荒凉的地方闭关修行？我肯定没算错呀，难不成站位错了？他是偏转八门？可能大概兴许，结果就有一丢丢偏差。你……别急，偏差的角度应该不会太离谱。他的闭关地肯定就在这附近100里之内。算了算了，不用神识找。哼，在那个方向。
此地太过不凡，阵法繁复，地冲可能就躲在洞中操控着一切。此阵你可破的？可破，但对方很可能察觉。就没有进入其中却不被发现的办法吗？只能一试。你们跟紧我，一步都别走错。这次你可想清楚再走啊！哎！出阵了！怎么样？这次我可没算错吧？趴下！大家小心！小心！这是龙血祖鳄，归属仙殿，是极为罕见的异种。传说中拥有龙血，为凶恶之子。修炼到终极境界，可以化成真灵，破碎九天。也不过是地冲的仆从。说吧，地冲如今何在？我是仙殿第一战将，从来不是谁的仆从。鲲鹏之力。那就再试试这招雷道法则。就让你见识下真正的力量。可惜，你跟错了主子。
临死之际还要通风报信，不愧是好仆从。龙血祖恶将自己的残肢送了出去，帝冲终究是知道有人进来了，随时可能出现，就怕他不来。走，先进这古洞看看。哇，发财了！这可是大造化。看来这地方和方才在沼泽中找到的祭坛一样，只是一个中转站，并非帝冲真正闭关的地方。这次修行太过重要，帝冲才会如此谨慎。恐怕当时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身在何处。哎呀，管他呢！这次至少相当于抄了他的家。先收拾收拾这些东西。这是什么食料？都是我的。这是什么鬼石头？味道糟糕，也不蕴含任何神性物质。这仙殿也这么没眼光？这是一块神圣骨料，蕴有石胆，内有宝液，可以洗礼双目，开启天眼。真有宝液。你先来吧，你的天眼已有雏形，效果应该很好。我在此替你护法。好香！真是神效。武道天眼成功开启。感觉如何？整片天地仿佛明亮了多倍，清晰无比，也可看透本源，望穿虚妄。生灵的动作也都成了慢动作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以前曾听补天教高手说，修成武道天眼，敌手的各种凡奥变化都再难起作用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真正的武道天眼还有诸多惊人之处。随着日后修为加深，各种神能将逐一开启。暂时已足够用了，没什么能挡住我的视线。你在看什么？快闭上眼睛，去掉天眼。那个，我其实是想帮你探查神魂，看看有什么修行隐患。不许再提。好，这石胆给你，日后也可试试。这有不少阵纹，与石村中柳神所布阵纹相似，估计并非当世之人所为。啊，哪来的阵纹？看不见呢。啊，你没有武道天眼。啊，你看得懂吗？哼，
我可观摩过柳神那等存在所布的种种阵法，既是相似的阵纹，怎么可能难得住我啊？传送阵已布好，走，带你去找地冲。唉，不过有点舍不得这些东西啊。要是将这研究透了，说不准能掌握一种杀生大术，再不济也能修出仙遁术，走哪儿都可以保命。今日先干大事，等击败地冲，这些东西随你挑。好耶！哪有地冲的影子？啊，你能不能算准点儿？每次都坑人。这次我肯定没算错，说不准是你画的鬼画符不准。别吵了，此地也许有虫地盘踞，才引来这么多毒虫。若是地冲在利用这虫蛊做屏障，倒是一招妙棋。你能不能靠点谱？是你画的符不准。就算敌手追到此处，也难以长驱直入。这些虫子大多已点燃神火，数量又这么多，若有人打算突袭，的确是个麻烦。要真是被虫帝引来，那这尊虫帝难道听命于仙殿？要真是如此，咱们还是撤吧。我与地冲势同水火，或早或晚都有生死一战。若真有虫帝在，今日更得摸摸他的底细。小心避让，收敛气息，先走出这片虫谷再说。这里毒虫众多，那龙血阻弱的残肢就算传送至此，很可能也已遭毒虫啮噬了。那地冲说不定尚未察觉你我到来。糟了！冲过去！这毒物能腐蚀神力，快想想办法，这样下去迟早要丧身重复。既然地冲也在此地，定然会有生路，要不然他也挡不住。找找看。我又没有武道天眼，能看到什么？差点忘了。那儿有一株神树，看起来宁静神圣，并且无毒虫盘踞。干！干什么呀？急死人了！不少真神级虫子在围着那树，好像是在膜拜。没别的办法，先过去看看。拼一把！
好险！方才的攻击，纵使是天神，怕是也要受伤。这丹炉竟然有如此惊人的防御力，我也不知道，它究竟是何来历。真是好事战尽！你怎么就敢下决心往这边跑？听你形容，我猜测引来毒虫的不是虫地，而是此树。它叫万毒神树，蕴含各种毒素，对于一般的神奇来说是致命的，但对毒虫来说反倒是至高宝树，能将毒虫汇聚于此，却又不敢上前侵扰。好东西啊，上面的果子呢？那是万毒神果，吞下去之后，若是能熬住不被毒死，可以立地成为天神。哼，这听起来就很难熬过去。也不是没有人吃过，听闻曾有人最终熬了过来，不但晋级天神，还掌握了邪异毒功，所过之处万灵皆灭。那我得记下此地，说不准日后有用这毒果的地方。哎，你们看，这地方有隐藏法阵啊，手法相当高妙，不是当时手段。要不是我见过柳神的布置，还真看不穿。我听说仙殿的道统跟仙有关，与上一纪元密不可分。哼，管他什么来头，咱们继续深入去看看。谁能想到，外界毒雾密布，蛇虫漫山遍野，里面倒被布置得像仙境一般。仙殿的确底蕴深厚，对仙果的探索如此深入，只想诸多宝地。前面就是阵术核心，应该就是他闭关之处。看来他已陷入了深层次的悟道定境，封闭了五感，对外界全无知觉。先别妄动，这紫竹林蕴含着莫大杀机，布有仙殿的古阵，一旦贸然闯进去，有可能生死道消。那块石头很像是仙殿的悟道石，据传共有3块，想不到这传说中的神圣古物，竟被他带进了仙谷。哎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那些古书怕也是少见之物，对悟道极有帮助。哎，你们看，古书旁还有东西。哎，这是鲜血。可惜了，被敌虫吸走大半，就剩一点了。仙殿机藏真是惊人，竟然用鲜血洗礼躯体，太奢侈了。你要多久才能破解这紫竹林的阵法？颇费功夫，而且必定要惊醒敌虫。要是反正会惊动他，那不如干脆直接吓他个走火入魔。怎么下？开始吧。好久不见，就是现在，偷海阵！
定境，孙莫攻行，我定会将你们斩杀干净！一出好戏。可惜，还是让他跑了。别担心，此番已多亏了你想的法子。那也多亏了打神石。嘿嘿嘿，只要是法阵，那就是我的专长。我现在就去真正破阵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吓得连巫道石都不要了。他试过带走了，只是听说这奇石比星辰都重，又很难装进一般的空间宝具，而他身灵俱损，仓促之间怕是力有未逮。回头再见时，一定要把真相告诉帝中，不然太不厚道了。不是说如今的仙殿传人主次生合一，在年轻一代中已不见敌手了吗？怎么会如此狼狈，不战而逃？他敢伤我门下，我仙殿必定斩他！你们仙殿也太马虎了，议论两句都不可吗？10号是我看中的少年，由不得你们随意欺负。不灭生灵，你施展星空印象挡我一击已是极限，我在此地等你真身一战。仙谷内的争端我自不参与，但若是等他出了仙谷，你们敢强行出手加害，休怪我从无人区出来后行灭门之事。哼，你越是护他，我越要斩草除根。是你？我一直在附近进修闭关，你怎会受如此重伤？慌。这不怪你。任谁在闭关修炼之时，都无法承受那等冲击。你也不必自损心计，只需设法最终胜过对方即可。想来此刻，对方定也在追求迈出那最终一步。以此人的狂妄性格，纵冒天大的风险，也绝不会放弃悟道石。我那闭关处地气特殊，悟道石难以移动。他若想借此修行，唯有就地闭关。如此说来，可以以彼之道，还施彼之身。正是。现在你只需迅速恢复战力，其他的交给我。这鲜血本已融入我身，要不是遭小贼突袭，何至于此？一时之错罢了，鲜血始终还在，也终将属于你。
这是神级水晶孕育的神丹，吞服之后有疗伤奇效。多谢你如此帮我。不必言谢。你若能战胜那人，让刺身失去庇护，我也好更快的神胎合一。还有，借仙殿令牌一用。我替你调仙殿之人去盯住对方，关键时刻也可扰乱其借悟道石修行，为你拖延时间。若真打悟道石的主意，他们也不会好过。你只需持令牌传令，将这些阵旗交给仙殿之人，他们自会使用。只需拖到我伤势复原。这等宝物，你可别糟蹋了。哼，我一路破除法阵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怎么是糟蹋的？人都跑了，还有后手伤人。逃亡之际，也不忘在悟道石上设下埋伏。这地冲的城府不可小觑。哼，自黄羽开始，仙殿之人每一个都善使诡计，可惜任他如何谋划，如今这悟道石也已易主了。哼，这个地冲，下次见到我肯定砸他个结实的。哎呀，烧死我了！这地方太不安全了，咱们收拾东西走吧。报复也不急于一时，此刻你最要紧的，还是利用悟道石修炼，迈出那一步，修出仙气。好，大神石，你去把周围的古书、圣药搜了搜了，我来收这悟道石。嘿嘿，别说古书圣药，一块阵书我都不给他留下。无法搬动。如此说来，要不是有法阵在此，这悟道石怕是早已沉入地下了。你看，你也搬不动，不如让我吃了它吧。带不走的话，岂不是只能在此地悟道？不可，万一你进入悟道状态，恰好地冲返回，如何抵抗？大人吩咐，除非荒开始悟道，否则只需监视，不许动手。记住，我们的任务不是伤敌，而是扰敌。是。如此机遇，不可轻易错过。再说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我参悟一下试试，你们为我护法。那你稍作尝试，不行就再想办法。切莫沉溺其中。依大人之命，召集修行，动手。
方入悟道之际，别打扰了。这么防下去也不是办法。鬼鬼祟祟，还不现身？真以为藏头露尾就发现不了你们吗？仙子，你贵为圣女刺身，何苦如此？早早与主神融合，与我家大人携手纵横，岂不是好过跟在这小子身边，需步步小心，时时隐匿藏形？看来你不但受了地冲之命，还得了月禅之教。仙子心思如电，透彻非常，我不敢再开口多说，得罪了。住我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不我抽出去揍他们一下试试？多谢你们护法。跑得倒快，想来是利用仙殿的法阵逃脱了。逃了就算了，群寇勿追。幸而你及时行转。这悟道石确有神效，瞬息之间便有惊异。但想要悟出更多，非片刻之功，所以我没继续耽搁。更关键的是，刚刚我察觉此处地气特殊，地下更有隐藏的法阵，所以才难以移动悟道石。隐藏法阵，那要是破掉它，没了那法阵干扰，这连仙道气息都可收纳的丹罗物，定可收去此宝。成了。如此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再给那地冲一个惊喜。又得你出力了。嘿嘿，看我的！不过记得，回头得补给我好宝料才行。国已完全复原，如今荒何在？大人，10号与青衣无法挪动悟道石，又舍不得放弃，想来此时仍在尝试参悟闭关，只是他们十分警惕，并不曾同时闭关。好，今日我要让他们悟得强取机缘，必遭反噬的道理。到底还是轻视了我仙殿传承。
以为这隐秘法阵便能骗过我的双眼吗？至尊道场，今日彻底断你传承。是幻象，中计了。帝冲，你可不如黄羽老狐聪明啊！我在青灵界的八珍楼等你，不知你敢不敢来报仇？我。金翅大鹏，大火收汁了！金翅大鹏，大火收汁了！金翅大鹏，大火收汁，收到！看，那个就是荒啊，醉血大凶！是这儿啊，被他听到不要命了。他家一门三杰，连六关王都吃了亏，可不是好惹的。饿了吗？嗯。小二，金翅大鹏烧好了没有？哎，客官您多包涵，那可是金翅大鹏，烹调啊需尽心尽力，马虎不得，真的还差点火候呢。出来与我一战！今日我要斩你头颅！谁呀？没看到姑娘饿了吗？通知厨房快点。是，小的明白。饭前去活动一下。莫要轻敌大意。哼。那是荒，他要斩杀仙殿传人。啊，你看是仙殿传人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听闻在云天秘境也结下了大仇，快闭嘴吧，小心被他们牵住。你没看他特意将人引到八珍楼那等所在，就是为了给人旁观。等你多时了。偷袭我在先，当面挑衅在后。今日若不斩你，我妄称仙殿传人。揪头，不死甚至。
仙殿传人，你也知被偷袭李营报仇。告诉你，引你来此，当众斩你断仙殿传承，也是我在报当年仙殿毁至尊殿堂传承之时，趁人之危乘虚而入的师门大仇。不如此，我也枉称至尊道场大师兄。强大到了如此程度，即便面对仙殿禁忌之法，正面对决也不落下风。九死不灭，魔神九命。开场就献出此术，这个地冲是想速战速决呀！9个脑袋，生命力倒挺顽强。我这血脉可护佑我不死不灭，生生不息。以他的战力，怎会让对方轻易服软？难道是在诱敌？青衣并无惊慌之念，谨防有诈。果然有诡计。想来若此时发现转机，一定会贪功冒进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些希望。人仙显化。他怎么仿佛能预判我的招式？小心，他所用的人仙印，乃是仙殿镇教绝学，其中蕴含仙道法则。此身心中惊慌，定是战机已现。用内招，他定难逃脱。你太可恶了！天王九凤。糟了，那地冲故意以人仙印引我出言提醒，却暗藏了其他克敌手段。斩！不单是预判招式，就连我的行动路线皆可预判。这家伙怎么能预测战局一样？难不成是修成了他心通？不是他心通，不然前番闭关时又怎会连续上当？可此战他又为何能料敌先机，宛若事事先知？看来你不但受了地冲之命，还得了月禅之教。仙子心思如电，透彻非常，我不敢再开口多说，得罪了。月禅，在他人正面对决之际，却躲在暗处，通过窥探我的情绪暗中相助，这岂是圣贤仙子所为？哼，你自甘堕落，道心蒙尘。我助道友镇压罪血大凶，也是为了早日救赎你，回归圣教。看来是利用了主自身心意相通的手段。青衣对我了解更多，而他潜伏在侧，通过探查青衣的情绪，来判断我是示弱诱敌，还是全力以赴，同时屏蔽青衣的感觉，让他无法察觉主身在侧。不愧是仙殿，本以为你作为正式传人，比黄宇那等狐疑会要些累练，想不到暗中有人相助。
从开始就没打算公平一战。他们封闭了感知，但我确认其绝无慌乱情绪。小心，那地重叠还有非常手段。哼，你的提醒已经晚了，你拿命来吧！你踏出了那一步。哼，虽只是仙物，但对付你绰绰有余。在这仙谷之内，可没有师门可以托庇。你唯一的依靠，眼看就要败亡。到时，你我也将神胎归一，真正闹成一个。那仙物领奖的时候，青衣之忐忑担忧绝非伪罪。那10号已祭全，快乘胜追击！还想为师门报仇吗？怕是你今日报仇不成，反倒会让你那衰微的师门彻底断绝了传承。以仙物为引，仙风夺魄。轮回宝书。此番自作的是你，敢如此冒进，受死吧！我乃仙殿传人，亦不过下界一散修。那更证明了你的无能。请你前来，就是为了当众斩你。这是你仙殿纵容皇羽下界，欺压众生的报应。怎会？刚刚地冲释放仙物之时，我已察觉到10号身体有了变化，虽不知究竟，但看其惊而不慌，想来是意外之喜。你知我能感应你的情绪，就将计就计。青衣看破了你我之计，我无力助你了。灭不死！今日怕是有9条命也不够了。我乃当世第一天骄，怎会输给你？镇魔殿，鲜血染，射！不过一道投影，又能改变什么？镇魔殿中，你之行动将受阻，而我之实力将越来越强。终究不是真正仙气，你差远了。你不妨回头看看，赛土大岩，此处空间有限，看你如何躲避巨石阵之镇压。此巨石即便镇压你不成，也可不断汲取你法力为我所用。此时可有后悔，不该招惹仙殿这样的大教。这燃烧鲜血的法门，
看你能撑多久！今日燃尽这些鲜血，一定要斩你！仙雾聚灵，灭！这仙雾集体与身形共鸣，只需刻意引导，不枉我燃烧本源，总算赢了！这仙雾虽淡，却有洗炼身形、生发万物的神效。受此一击竟无甚损伤。怪不得刚刚得他仙雾侵染，竟引得至尊血复苏。狄冲，多谢你此前送上厚礼。你怎么突然实力大涨？至尊血复苏后，好似所有宝术的实力都有所提升。他刚刚是故意受我一击，你是借我之仙雾激活了什么力量？只是借此契机体会仙道气息。我说了，这次就是为了当众斩你。鲲鹏傲夜，割裂虚空。竟还保留了如此通天手段！上苍之手。我久命不死，你即便一时得势，也无法斩我。那正好，新仇旧账一起清算。剑来！这一战，为至尊一脉的老舵主复仇。这一战，为完成我实践仙殿传人得产的使命。青铜之花，绽放！
今我已点燃神火，怎容此物再次近身？他是由不得你！表演结束了。仙殿自诩主宰一切，如今你之生死却在我手。这最后一战，只是我看你不爽。鲜血战青铜，燃！若你既止于此，那你可以上路了。只是形容词。你孤注一掷，将圣机压在些许阴谋上，如今几经已经都哭了，根本不值得我再出手，就尝尝自己的手段吧。我仙殿弑杀此人！弟，扎根仙谷不知岁月，我都快忘了这个姓氏了。好吧，我也该再换一具肉身了。顺便替你报仇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决战地冲哎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当然要来看热闹啦。可惜来晚了，没看到。此次修炼必定惊险万分，大道符文断烧己身。我怕是顾不上这些身外之物，交由你们保管吧。拿着，修出仙气，乃九死一生的常事，
多补充哪怕1分生机也是好的。好。这轮血液复苏，此时我定已被烧死。都有糊味了。在赌，来了。终究还是来了。如此森严的法阵，完全拦不住。不是拦不住，是根本看不到有东西闯入。你们退后！此物未激发法阵，看来外力无法化解，只能由我自己出手。和使用的招式都与10号相似。没错，势均力敌。10号如同在跟自己战斗。糟了，又来了一个。这2个人实力都不弱于10号，联手来袭，10号一个人对付不了，不能干看下去。别再出手，平添变数。还是要像上次那般叠加武术，狂攻猛击才行。境界相同，肉身强度相似，就连宝术也一般无二。只是要我挑战极限，超越自身，可我的极限也是他们的极限，那样仍不算取胜。
非一尽突破，让两种宝术在至尊血相助之下彼此纠缠，演化共鸣。以3000道火焚身我，谁也无法阻拦。这究竟是什么生灵啊？你们觉不觉得他们身上有种沧桑古意，让人觉得面对的是一部古史，而非两头生灵？你不该杀我们。一段到了尽头，一切都将不同。不知这古当与诡异生灵究竟从何而来？难道真是埋于地下的仙古奇人古尸？可为何他们凭空出现，又与我战力宝术相仿？不是埋于地下，应是藏于虚空。你们看，不去想了，今后的事今后再去忧虑。经此一战，我隐隐又有突破，觉得距离那一步已不远了。真没想到你居然要成功啦！但有点不妙。仙气一旦悟出，当一鼓作气让它冲出，环绕真身。像这样模糊的显化，说明踏上的路过于艰难，无法走通。即便强行闯关，多半反倒会让自身最终陨落。陨落又如何？若不能凝聚仙气，何以走得更远？幸好在灵界曾得至尊叶可护性命，要不然……成功了！都成了，真的成功了！这可是道生一的真意，仙道之气呀！真是不可思议，亲眼目睹，比传闻更加震撼。好了，终于度过了死劫，希望顺利与完满。回头去对付各项人马，注意细节，抢夺各种神料当点心吃。哇，又来了！偏偏是这个时候，他虽有突破，可身体尚未恢复。怎么回事？还一下来这么多，
要还是像上次一样，每个实力都跟10号差不多，那这就是死局啊！就算是巅峰状态，谁能打赢一群自己呀？不行，我们得帮他。不可，之前你施加太阴神力一事，你忘了吗？现在只希望这仙气有妙用，能挽回败局。原来这么难，这仙气一出世，便要面对血战，倒要看看究竟有几分作用。仙气散了，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？怎么回事？那仙气怎么与血融合，融入了身体？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没有任何感觉。原来那些生灵是认为你失败了，所以才退去了。太可惜了，仙气已然成型，就差一点点。也许这不是坏事。曾有记载，有一个奇才修出仙气之后，形神几近全毁，仙气入体，剥了气躯。后来呢？后来这奇才虽然活了下来，但却被一位无上人物盯上，被抓去琢磨研究，最终被杀。那他后来可曾尝试修出仙气？都这个时候你还关心这个？唉，他的路已经走到尽头，不能再修。你们别这么可怜的看着我，我一定还有前行之法。这些毕竟都是外人的记载，仙气不屈，内里也许会有什么变化。你不妨一边调养身体，恢复巅峰状态，一边再观察己身看看。仙气并未散去，而是尚需超脱，超越自我。这是九龙拉灌出了神秘符文火焰，真潜伏在我体内啊！可惜无法调动它。当时举飞仙石时见到了那部古经，而像是轮回宝书上苍之手外的第3种符文。感悟此书生成，如见证修行路之起源，从无到有，宛若辟地开天。终有一日，我也要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修行法，不同于仙古纪元，也不同于这一纪元，而是完全不同的路，指引众生，彻底超脱。不是第一次了，不知他定坐之中又悟了什么秘法。点燃3000道火，最后冲关。
千道火焚尽，他终于成功。那些生灵应该也要来了。不知道这次会派出多少生灵来。来了。是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雷帝宝树，上苍劫光。还有轮回宝树，看来这4个生灵分别掌握了10号的一种至强宝术。来的正好，这次将你等一并解决，我倒要看看以后还会不会有不祥发生。生灵与之前见过的颇为不同，难道是个有神智的？先试探一番。新掌握的第3种至尊术试试。此术初步成型，从未真正现于人前。若是刻意挑选的生灵，想来应无从知晓。这也太强了吧！终于成功了！可黑雾并未散去，怕是还有变故。这雷帝秘法，上苍之手的威力都远胜从前。看来这第3种至尊术的功能，可让各种宝术皆威力倍增。也不知它是纯粹的力量之术，还是可以增幅其他宝术的辅助之法。
势暴涨，这么快就掌握了第3种至尊术。看来他们的确并非幻象。无论什么宝术，只要显露一次，便可立刻复制。这岂不是说，他们背后的力量，天下宝术皆可洞悉？我铜镜无敌，你有一模一样的宝术又怎样？若我将这几种宝术同时使用，你又如何应对？3000道火，焚！记下我所有宝术就想跑？不是都打赢了，他还要干啥？你看那灯，每次都会出现，仿佛只是为记录每一位天骄的秘术。10号应是察觉了这一点，所以去追击他。啊！反追回忆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我的身体怎会如此？是你！这寄生体内的神秘火焰，竟强大至此！这就结束了。上次还曾出现一道虚空裂缝，那空间裂隙所在，很可能揭破诡异来袭的惊天秘密。机会近在眼前，不探求一番诡异源头，如何心安？小心，别轻易涉险！快走！千万别过来！到底发生了？走！别问，快走！10号！横渡虚空，最怕的就是遇上染血的黑色古船。便是有教主实力闯入其中，也难脱劫难。此时除了上去看看，也别无出路了。好强的剑！我的肉身尚且如此，换做他人，恐怕早已化为一滩肉泥了。究竟是什么生灵的血，留存完孔后，
竟仍内蕴符文，只看一眼，便让人受反噬之伤。只要试图逃离，就会被拉扯过来。怪不得说，就是教主级别的人物也无法逃离。看来只能先探明情况，再设法离开了。这滩骨血比刚才那滩还要强大，若能取走一些，好好研究。好霸道，触碰不得。看这熔炼痕迹，此人应该就是为了夺取那骨血而死。骨质呈淡金色，生前绝对是惊天强者，却落得如今的下场。此处应是发生过惊天大战，仅是这刀斧痕迹，都能感受到无穷的杀伐战意。这火焰虽强，可总是不受控制，真是祸福难料啊！如此巨大的水缸，上边还符文涌动，难不成装了什么造化神水？哼，肉身无法离地，唯有以神识探查。反噬之力，这古传当真可怖。可若不探查明白种种线索，寻找机缘，岂不是要被活活困死在这儿？这些血液如此强横，足可轻易抹杀神迹。到底是何来历？又为何被储藏在此地？难道是鲜血？这些血液如此强横，足可轻易抹杀神迹。到底是何来历？又为何被储藏在此地？难道是鲜血？凡人造船为的是连通两岸，可在这等地方，彼岸又在何方？还有这水缸，其中所成之血，杀气凛然，亘古不衰。不知是何等强者所留。我朝这个方向已不知走了多久，竟还没有看到古船的边际。这艘船究竟有多大？哼，黑雾的来源在这儿。
这哪里是船舱，分明是一个世界。龙角，若能练成跑具，必会成为上界最强神兵之一。荣林，杀气消失了。这团火焰刚刚是在助我。好重！它是足有10万斤，真是天生宝具。那龙角无法撼动，带走这龙鳞也算不虚此行。杀呀！誓死不退！杀机凛冽，又是血液。我等封绝天地，誓死不退。可后来者在何方？为何不守盟约？盟约是指太古的盟约。是这艘古船当年驶入虚空的影像重现，那7位王者分明皆是我最血一族的先祖。可你们口中的盟约，眼前这黑色古船不断释放的诡异与不祥，这些究竟有什么联系？此人不正是刚刚那7人中的一个？他是在以死去肉身封印着深渊。我回来了，胆力已竭。这是此人死前所留的残念。击穿边荒，熟悉的故土，追上封印。刚刚所见那一战，原来是发生在边荒。
他生前以命镇守边荒，死后以身封印深渊。前辈，走好！如此功绩，其后人还要被称为罪邪，而我也流淌着这罪邪。前辈，今日如能脱困，有朝一日我定赶赴边荒探明真相。翠丝共鸣宛若指引修行方向，我的实力也好似变得更强了。可惜却不知如何运用这力量。不好，这封印并不牢固。原来这些诡异生灵是这些渗透而出的力量侵染而生。这家伙实力不俗啊！看衣着，他们都是这一纪元的人，那几十人应都是一些年轻的至尊，难道全都遭遇不祥？死去的肉身被带来了此地。远处那些家伙气息更为恐怖，纵使我已修出仙气，怕也难以力敌。杀戮，报复，归我！开封的剑台，就能将仙殿的虚空战气削断。难不成乃是无上仙金所致？如此缠斗战至几时方休？先夺了此剑，杀也杀得痛快些。有了此剑，看你们如何挡我！
看来能死战下去了。前辈，那诡异气息竟如此惧怕这符文火焰。镇守承诺，我会的。这裂缝要闭合了，他不会陷在里边吧？那裂缝中到底有何危险？怎么又搞得浑身是伤？赶紧服用，细心疗伤。伤势已复。哇，你哪儿得来的这把剑？看着好强啊！在里边碰到了古石围攻，这剑是从其中一人手上夺下来的。原来是他。据古书记载，这是大罗仙剑，曾属于一位武冠王。后来这武冠王莫名消失在仙谷内，此剑便下落不明。原来是这把剑，我天族中长辈说过，这剑一经催动，便可看到飞仙景象。原来是这把剑，我天族中长辈说过，这剑一经催动，便可看到飞仙景象。后来，我得那位前辈之助，才得以脱身。故此，我定要遵守承诺，有朝一日奔赴边荒。说起未来，我听师傅说，未来会非常残酷，会有一个不属于过去，也不属于现在的人，会来到这一世的3000州，向一个特能吃的人求助。特能吃的人，那不就是我吗？像我这样无敌的人求助，倒是明智。这话听起来云遮雾绕的，你师傅该不会是个疯疯癫癫的神棍吧？啊？你怎么知道他疯了？啊，真疯啊！而且越发疯癫了。有一次差点将我埋了，还说那就是我的宿命和归途。最可气的是，他说今日他不埋我，早晚也有个特别能吃的人埋我。哎，不过他说啊，等我破土而出就能长生不死。所以我在想，要不干脆让他埋了，也挺省心的。
值得考虑。他师傅的话，咱听听就行。如今你已经修出第1道仙气了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自然是试着能不能更进一步，修出第2道仙气。第2道，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急于求成为好，先稳固一下，寻找些机缘再说。藏界是上一纪元的战场之一，无数强者深陨此地，许多仙道宝物也散落。鲜血浸染土石，坚硬无比，神识无法探查，唯有肉身探寻。我有所感应，有东西与我有些缘法。仙1级的战斗，听闻宁川就是在这附近得到过仙家机缘。那这十殿之下，说不定……还真是一具仙体，可惜至强的仙道符文已经磨灭了。你看这满屋子的仙道气息，再怎么这也是仙的躯体呀，嘿，肯定有无上好处。刚刚有仙道气息弥漫出去，马上就会吸引强者前来。还是赶紧带走这仙体为妙。先别轻举妄动，我感觉此处似乎有奇异古阵波动。这位前辈大能，在临死前布下了法阵，护住了自己的躯体。仙体，此处竟有如此大机缘，能发现这仙体，也算你们有些功劳。让尔等不死，滚吧！明抢，是又如何？你可知我乃天国的第2猎杀者，血姬。第2。那第1是谁？我之兄长。经文的白虎，极品。白虎兄的主人乃是神庙的古圣子，那可是马上就要修炼出仙气的天才。尔等若不识相，怕是在这仙谷之内再无立足之处。原来是只宠物而已。找死！打就打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。就是，摘桃子这事向来都是我干的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了？罢了，今日纵使我夺了仙体，以后也躲不掉天国和神庙的追杀。不如干脆一点，也好结个善缘。告辞了，这仙体就留给2位了。算尔等脑子灵光，没有自寻死路。喂，你不会像我师傅一样疯癫了吧？这都能忍？究竟为何将这仙体拱手让人？就是啊，那可是金纹白虎哎，就不想烤一烤尝尝？当然，我是不会吃。
此至宝也会从容让出。我猜此地定有法阵埋伏。我们务必多加小心。好了，走吧。啊！瞧，法阵和敌人一起解决，多省事。哎呦，不愧是天国第2猎杀者和神庙宝宠，遇到仙家法阵都还没死透，了不起，真了不起。其实你若知道我名为荒，就不会这么大意了。恐怕这就是你为什么只能排第2。你与天国有何冤仇？我不知道，我神庙却不想与你为敌。说的倒也是，那就先解决你。真以为我中你这计？起！小心！既然晚了，闭！你又怎知？只有自己在将计就计。你是如何发现的？你俩演技太差。我有5道天眼，烟尘并不能遮挡我的视线，何况那仙体分明纹丝未动啊！他不会容我们活着出去，拼了！他要出动那仙家法阵，快来救他！不让我等活命，同归于尽吧！推出去！独生子大人，我无法再释放天了。你逃不掉的！神石，快点出路，坚持不了多久。说得清楚，这困阵、幻阵、杀阵重叠，还是仙家所过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！完蛋了！这残破的陶罐内，应该封印过一头无法想象的生灵，但终究是被封死，化成了黑血。我明白了，此地的来历应是在仙古纪元时，那株强大无匹的仙树用柳叶击败了一头无上生灵，但这生灵异常强大，虽战败，元神却并未消亡，所以将其封印在那陶罐之中，并由一位真仙镇守。后来有无上强者想要夺那黑陶罐，这位真仙拼死守护，并斩落了那无上强者的手掌，可惜自身也陨落而去。临死前布下法阵，不让任何人带走那陶罐，却未能阻止后人带走那残留的手掌。但那株柳树竟还留有后手，若那生灵有复苏迹象，他残留的法力就会与对方一同湮灭。
方才你体内涌出的柳枝，那上古仙柳就是你村中那棵。因是我身上沾染的柳神气息，所以我才感到此处与我有缘。到底是柳神啊，要不然咱们怕是扛不住吧？多谢柳神，又救了我们一次。只是，你到底有怎样的身份？击杀的又是何方神圣？取了仙体，咱们快走。方才今闻白虎临死之际，一声嘶吼伴随奇异法力，说不定已然给古圣子传送了什么讯息。由他去。这样杀人越货的教派，反正早晚都要一战。你还是小心点为妙。那天国不仅有第一猎杀者，更有一位古代怪胎，暗杀之术超绝。听闻，纵使石冠王也不愿主动招惹。而古圣子所属的神庙，更是与仙殿齐名，想来也会有些隐秘手段。就怕他们不来。来这儿干嘛？我听闻石冠王就是在这儿获得了一块玉石古书，最后循着书上的记载找到了仙道小树，咱们也去碰碰运气。我们小心点，从进入这方室开始，应该就被人盯上了。我也发现了。应是天国第一猎杀者所为，他一定潜伏了很久才动手的。你是如何感知到的？修出仙气之后，我的神觉就变得极为敏锐，在危险出现之前，甚至可以感受到一丝冷意。方兄神勇，当世罕见，佩服佩服。方兄神勇，当世罕见，佩服佩服。我已派人前去与荒洽谈，到时你我可坐享其仙体。想来，踏出那一步的造化可期了。可惜道兄这一子落错了。内荒听闻我之名，只怕反倒起了防备之心。何故如此？无妨，只需他不当即发难，也可为我踏出那一步争取时间。荒兄握有仙体一事传遍仙国，六冠王宁传已在整合人马，荒兄的诸多仇敌皆在暗中勾连。不知有多少人觊觎垂涎。我家大人君道的意思是，荒兄若有缓急，他自会援手。哼，我与你家大人素昧平生，为何要对我援手？荒兄说笑了，我家大人与堕神子大人仰慕道兄之才，故此愿鼎力护持道兄。既然二位成名已早，
自然是交友广阔、不缺结盟之人，又为何看中我呢？实不相瞒，二位大人想与道兄你共同参悟仙体，好尽快踏出那一步。到时，你们3位大人联手，自可纵横仙国。闹了半天，你们是想白嫖仙体啊？2位大人既然是一片好意，在下自然却之不恭。2位大人若想观摩仙体，我随时恭候。道兄气量，果非凡俗可比。我这就去禀告2位大人。哼！你是说我凡俗呗？你别跑！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就算不愿结盟，推脱便是。为何要平白招惹这2人？那堕神子与我师门有仇。当年众多教派前来围攻至尊道场，你2位师兄英勇无敌，丝毫不惧。只可惜，我能饶过他吗？这黑渊下方危险异常，可因仙谷移民出手大方，在此收购仙道宝物，故此不少人甘冒风险深入寻宝。不敢下就滚一边去！你们敢去送死啊？黑渊之内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？我要下去。你已有仙体，大可不必冒这个险。你没看到刚才那几个人的惨象吗？这黑渊深处，与我有梦冥感应。无论如何，我得下去看看。你们就在此处等我。怪不得这些雷霆纷纷凝聚在这甲胄之上。原来是雷帝曾在此激战，留下的雷道法力凝聚不散。刚在幻境之中所见，难不成是昔日雷帝激战之景？虚我。鲲鹏也曾在此一战。
柳神，就连柳神都不在眼睛之中。前辈时的柳神，比在下界对战诸战主时还要强大不知多少。可他的对手，雷帝、鲲鹏、真皇他们的对手，又是何人？柳神，我感应到的召唤，是你了。无上宝血，内蕴强大杀机，只一滴便可斩教主。这些就是仙骨生灵的血吗？当年有神他们参与的竟是这种层级的战斗。柳神，你又逼唬了我一次。晃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昔日重现，可这一切与我有何关系？与我一同奔赴那场大战。晃，晃，再走一步就要遭遇极大危险，彻底身死报销。难道是个陷阱？这些尸首的穿着皆不似当世之人，难道这些裂缝是通往不同的时空？此地时空竟紊乱至此，是因为那鼎的出现。当时从未听过这样一只鼎的传闻，难道那鼎亦不属于这片时空？有朝一日，我定会登临神道绝巅，横推一切敌人。到时会回来，真正踏上此祭坛，前往那未知之地，探明这一切的因果缘由。有人！
题吧？没事儿的，黑色古船都困不住他，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哎，你不是说自己能得长生不死吗？下去打探打探。我怕啦？那以后就少吹牛。谁说我怕了？下去就下去。要不咱们再等等，这下边看着是挺吓人的。魔鬼咸肉球，老子也赌一把。你小子还真敢下来！生死兄弟，你久久不归，我怎么能不下去看看？年轻的贵客，我感受到你从黑渊下方带出了至宝，我愿与你交换，如何？用什么换？你只管开口。单是这些材料就可以铸惊世宝具，你真的要换出去？我可不缺宝具，缺的是圣药。此刻我手中并无贵客所需之物，但藏城之内正在举办重要的拍卖活动，想来应该还剩下几件仙谷罕有的至宝。贵客不如前去一看，兴许就有看中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议。好，去也无妨。这小子究竟得了什么宝物，值得八臂魂族如此讨好？莫不是什么仙道宝物？那可是彝族拍卖会，桩桩件件皆是宝物啊！寻常人哪进得去啊？此刻我手中并无贵客所需之物，但藏城之内正在举办重要的拍卖活动，贵客不如前去一看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议。仙谷一地，亘古长存，多少世代以来，从未有人发现永生之法。不过，生命之泉可阻抗衰老，增加生机。复生草只剩一丝生机，服用此草亦可保命还魂。两样珍宝一同拍卖。好巧，这两件东西恰是我下一步修行所需。这两件东西我要了，你就不听听人家的报价吗？喂，你看人怎么如此无礼？这家伙实力不俗，看来不像当世人物。慌！我名堕神子，没想到你竟送货上门了。原来是你。两位贵客看来都有兴趣，还请先听报价。拍卖结束后再来找你，随时奉陪。这位贵客手里有上一纪元留下的柳枝。诸位，此二物的起拍价为1节柳枝，上一纪元留下的柳枝。贵客可有意啊？这两样可都是起死回生之物，远比圣药珍贵。你们怎知我带上来了1节柳枝？又为何要如此？既想与贵客交换，自不该隐瞒。那柳枝乃是我等仙谷原住民的祭灵古祖所留。祭灵古祖，
此处是为那祖祭灵的神果，如今我等依旧供奉着祖祭灵的一节遗退，故此贵客一走出深渊，我等就有所感应。贵客应是带出了与圣物同源之宝，我便揣测是节柳枝。如今我等希望尝试将你带出的柳枝融入祖祭灵遗留的枝干之中。若能复苏其遗退，你便是整个仙谷遗族共同的恩人。既然都是柳神遗留，理应合在一起。既是为了此地的信念，我自然也愿与人方便。你有如此实力，却依旧愿意公平交易，想来也足可信任。柳枝，我能给你搞一车了。你聋了？人家说是上一纪元留到如今的，上一纪元有没有柳枝都不好说，还柳枝？既然如此，我愿出价。好生供奉吧。贵客，这2件东西归你了。敢问拍卖会主人，你们如此叫价，仿佛特意安排一般，恐有私相授受之嫌啊！我们仙谷移民的拍卖行，欲换得何物，怕是不容尊价智慧。此人心怀怨愤，贪欲难言，怕是会对贵客不利。可需我等帮贵客打发了他。不需要，他敢找麻烦，我自会找他。干嘛？还想动手抢啊？说好了，此件事了，你我做个两断。你自己去城外，挑选一处坟墓吧。萤火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献出灵药仙体，我还能让你死得体面一些。你敢对我出手，就留不下体面。这是替我2位师兄还给你的，比你的2个师兄强，但是还不行。这是还你方才的嚣张气焰。你也迈出了那一步，你并无多时积累，也没听说寻到什么特殊机缘。你修出仙气又不是多难的事儿，只有你这等废物，才总打算靠那些外物。你怎敢如此贬损我？号称神道决定的熔炼术，不是说早就失传了吗？堕身子从哪里得来的此秘法？定是他打算争夺最终机缘的隐藏手段。看来这熔炼术不如3天道火。你看，他还活蹦乱跳的，都没受什么伤。还有没有什么禁忌神通能施展的了？如果没有，那我可要结束此战了。
太过张狂。你们有没有觉得，堕神子修出的仙气，并无10号那般惊人？奇怪，怎么会是人形的？不应该啊！小心！真皇神通，不死不灭，我倒真是小看你了。我承认，你确实比你的2位师兄强一点。可惜呢，至尊道场好不容易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，却还是遇到了我。你我同样修出仙气，为何你？想来是因为你迈出那一步时，不曾遇到诡异。难道你对抗了不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最近数位试图迈出那一步的人，无论成与不成，皆不曾遭遇诡异不祥。10号告诉我，其实是我暂且斩碎了诡异源头。什么意思？你没有那经历，不会懂的。结束了。不知道这堕神子有没有什么好石头在身上？嘿嘿嘿。古代怪胎堕神子一战陨落，荒的名声传遍仙谷，震动十方。想走？结盟一事不再聊聊？大人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是一心想促成你们结盟的，谁料这堕神子却暗藏祸心。可这一切可与我无关。你们俩去挑一挑，看看那堕神子身上有什么能带走的好东西。既然你想促成结盟，那方不方便？现在带我们去拜访拜访那个君道，当面洽谈。志宏，难不成要连斩古代怪胎？君道要离开呀，或者迈出那一步。君道大人，就在此处。算你识相，滚吧。有法阵守护。君道，出来！幻象。
可惜，让他逃了。也是此人能够当机立断，舍弃道场。的确比那多神子脑子清楚一些。藏界一行收获颇丰，单说这匕首，内蕴七彩仙金，也不知跟大罗仙剑比。这匕首上的七彩仙金被大罗仙剑吸收了。那这大罗仙剑可有变化？分量，反正没啥变化。恐怕这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恐怕这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那银子就是当初被怀城通缉的少女。抽下来了！银子。好久不见。记得我还帮你修过羽毛呢。你修出了仙气，厉害！银子呀。要我说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？咱们来回来去，总能遇见，是缘分。不如一起来喝酒。谁要跟你一起喝酒？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哦，这么说，你是来报救命之恩的？哼，那不用算了。我虽然救了你一命，却从未想过要你的报答。给，好东西。这不是堕神岭的堕。难得的好食材。雪梨妹妹，听闻你当日发现了至尊殿堂的线索。你打听这个干嘛？我如今是至尊道场的传人，师父出身至尊殿堂，有线索总要帮着打听一下。你如果肯告诉我至尊殿堂的下落，我直接送你一场机缘。足以帮你日后化为真正的不死仙鸟。吹牛！这是半截仙体。这下信了吧？这仙体虽然符文早已消散，但仙道气息浓郁无比。好好参悟，说不准就可以助你成为真正的天皇。唉，要让你失望了。我虽见过至尊殿堂，但最终还是跟丢了。我的古祖顺着蛛丝马迹，发现巨龟驮着他进入了无人区。看
看方向应该是奔着蒙月古城去了。那等地方，可没人敢跟着去深入探查。什么？无人区深入还有古城？我也不知道那所谓的蒙月古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古祖只是随口一说，让我追问，也只说尚未到告诉我的时候。蒙约古城，太古蒙约，最邪七王，黑色古船，如今又有至尊殿堂，似乎有一条线能将这些事都串起来。太久远、太神秘的事，现在搞不清楚，就先放着吧。早晚我要去一趟蒙约古城，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谢谢你们的款待，此番大补元气，我要择地闭关了。记得带上你的报酬。我说的这些，并未帮助到你。这家伙难得大方，你不必客气了。姐姐，不如你也留下来，我们一起修炼吧。这仙体，大家可以一起参悟吗？当然可以。我的第一道仙气已经饱满，无法再增进了。我虽然受益匪浅，但终究没有修出仙气，那些仙道气息，也只是穿身而过。我也是，看来只能再寻机缘了。诸位，我们他日再见。接下来，你们是何打算？我自然是巡游各小千世界，寻找机缘喽。那你带上这东西吧，放在我这儿也没用。也好，对着仙体，说不准更容易踏出那一步。你呢？我得跟着他。论搜集圣药，他是没人比得过这家伙。我要去找月禅，我和他之间必须做个了断。那我陪你去。不。这终究是我和他之间的事，必须由我们二人解决。你呢？我打算继续闭关，熬炼己身，争取修炼出第二道仙气。可暂时还没想好地方。不如去寒界，那里森寒刺骨，也许可以抵消你熬炼时炽热的道火。好主意。你先别忙着去，先前几番大战，仙谷里恨你的人多了。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了。寒界环境险恶，行踪一旦暴露，你必然不得安宁，更别谈修炼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去3000青石街一趟，去当靶子。大人，有人看到10号此刻就在3000青石街上。你将此消息散播四方，咱们再视情况而动。多神子，你看到了吗？我来为你复仇了。多说无益，王者躲在阵中，咱们进攻。
怕什么？这荒显然已进入悟道的关键时刻，要不然怎会全无反应？这法阵越是森严，说明他越是难以自保。冲！皇，你也有今天。皇，身体虚狠手辣，这次也是死到临头了。今日该你命丧我手！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？不好，是陷阱！快防护！皇，我与你不共戴天！你用大法力做出的影像之身，真的能骗过他们的天眼吗？有我布下的引阵，什么天眼都能骗过。那阻进了一攻击，不还是会露馅吗？走近了，还有更大的惊喜哟！嘿嘿嘿嘿嘿。嘿，你们两个都不是好人，也不知道你们和寒界比，哪个更可怕。为何会有这么多冰雕啊？他们是人！这些人是被冻死的。服饰皆相似，这应该是一整个部族的人都在这儿。看他们的表情，似乎都在期待着什么好事，却不料被瞬间冰封，全部陨落。这些人里面不乏真神，这么多人，应该不是外来的，估计是此地的原住民。有谁能瞬间冻出这么多真神？哎，快来，这里有座祭坛。
这寒气能侵入神魂，冰封石海。如果我没有修出仙气，想来也和他们一样了。太惨了！小兔子，大山石！我经过冰封雷劫，你有冰封极寒，我有赤阳雷霆。吃这祭台石，也不乱打喷嚏了。此事应该与你无关。我想方才经历的一切，应该都是原住民当年遭遇的攻击余波而已。余波就已如此。这余波为什么选中我们？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因为我身上的仙道气息。你是说这灾祸是奔着仙道气息来的？那些仙谷原住民和仙道气息之间也有关系。你是说这灾祸是奔着仙道气息来的？那些仙谷原住民和仙道气息之间也有关系。我欲成仙。这是飞仙之光，果然与仙道有关。冲破仙谷封禁，击散仙谷之法力侵蚀。我要带领族人回归。他在使用太阴之力渡劫。那人有多么天平？要出现了，看来是为了对抗天劫，没能压制法力侵蚀，最终一直听闻仙谷原住民无法离开自己的部落，原来就是因为这仙谷法力侵蚀。可到底为何会如此啊？听闻源自上一纪元，像是一道无形的锁链，仙谷原住民一旦远行，必会身亡。就算不远行，经年累月也会渐渐被侵蚀。故此，此地中的教主级高手，因年岁较大，经常会发疯或莫名死去。可惜境界至此，却被限制在这狭小天地内，任何人都不会甘受束缚，哪怕明知结局，也定要逆天而上，奋力挣扎。寒界的原住民领袖，恐怕就是仙谷各小千世界有史以来的最强者了。
不仅超越了教主境，更是即将成仙，却仍然无法摆脱这法力侵蚀的枷锁，带领族群脱困。这些向往自由的灵魂，理应让他们安息。我要闭关，此地寒冷异常，说不定有太阴至宝，你们可以四处找找。我顺便找找有没有什么神药圣药。哎，一起去，一起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石头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何必固执？任凭你占据主导，磨灭掉我的一切，只汲取我的修为，算什么融合？你又何尝不想反客为主？我只想斩断你的妄念。我答应你，一旦融合，我们谁都不会被磨灭。那样唯一的真身，才是真正的我们。要不是我融合了清月宴，你会提出这般条件吗？清月宴本也该是我的。哼，这语气，还不是以你为尊？你我本就一体，也终将合一。你何苦非要逆天而行，对抗命运？神胎合一。让我们回到最初吧。神胎合一，果然大有裨益。你可看到，这是仙气。只需要合身，你我将立刻迈出这一步。我的命运由不得你来左右。双身显化，仙气已现，你为何还要拒绝？我说过，不会容许你抹去我的记忆。我只想清理掉你我间一些不需要的斑驳旧忆。尤其是关于10号的，我的记忆属于我，你没有资格筛选。哼！以天地为炉，以诸天万道为火，焚出真我。3000道界。我该开启新的阶段了。别说太阴本源了，连一点圣药的影子都没看到。也没有好石头，这几天白找了。山地封存的仙道气息都被他引出来了。是他引发的这等异象吗？这是修为又有突破。青衣姐姐，你来啦！是他，都烧了3天了。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修炼什么。你不是说要与那个月蝉做个了断吗？打赢啦？没有，我们2个人都负伤了。这是先前采来的圣药，你吃点补一补。
好点了吗？此地仙道气息充盈，神针绝不会少。你们不去找找？我可以一边在此恢复，一边为他护法无虞。好，那我们再去找找。你等等我！要不是凭借修出的一道仙气，差点扛不住陨落。这一回又受伤不轻。你怎么来了？与你的主神分出胜负了？还没有，我击伤了他，可自己也负伤了，需要暂且休养。你呢？又有突破？修出一道仙气后，还想突破谈何容易？尚未最后冲关，就受了这重伤，全力恢复也需要几日。继续突破？你想修出第二道仙气？好大的气魄，好大的愿心。我看看你的伤，的确是需要休养一段日子的。封住了身体，又封住了元神。这下，你再也不能逃脱了。是你，青衣呢？你把他如何了？你自己都死在须臾，还在担心他？放心，他还活着。自从见你阵斩地冲，我就知你已无法立地。面对青衣时，又发现若不付出极大代价，怕是也难以收服他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利用你们的关系，跟我走吧。人呢？会不会是随青衣走了？不应该呀！就算有事儿，也应该打个招呼啊！是月禅！好你个月禅，竟然骗我们！说，把10号弄到哪儿去了？你又爱喝酒，又爱吃肉，没有吧？你最懂法阵，爱吃石头。啊！你是青衣？月禅，我真的低估你了。你真打算用我威胁青衣？威胁？月禅就是青衣，青衣就是月禅。我不受威胁，他自然也不会。我有更好的办法。不，你们不一样。起码青衣不会偷袭我。那是他向道之心不坚，被红尘侵蚀了空明之心，更被你等蛊惑堕落。我会让他变回来，明净如水晶。这么多道封印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对于一个超越古代前贤的人，我这种举动，无非是出于敬佩。我有点不明白，你伪装成他时，怎会灵魂气息都与他一般无二？不然我定会察觉异常，又怎会被你偷袭？补天教自古长存，自有你想不到的秘法秘宝，不足为奇。我回答了你许多问题，是为让你死得明白些，不然无以报你辱我刺身、伤我真身之仇。今日，我要借你之身，除我心魔。温柔点，怎么说我们也拜过天地，入过洞房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你想激怒我，让我对你泄愤，你趁机挣脱元神禁锢，也可延后我利用你来对付青衣的时间。休想！此乃锁魂塔，其威力远超我法力的封印。任你天大的神通，也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元神被锁困的命运。痛的话，
就叫出来。舒服？怎么会痛呢？太舒服了。还要嘴硬？若非怕鲲鹏法与雷帝秘术失传，我早让你的元神彻底湮灭。还是你懂得疼我。不如我们再拜一次天地，我传你大法。都到这一步了，还想激我？此乃缚龙锁，谁都无法挣脱。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去？青衣姐姐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咱们得去救人啊！他有我的记忆，我当然也能猜到他的想法，只可惜晚了一步。你们放心，10号现在不会有危险，他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我。那咱们一起去，不信他打得过这么多人。我与他斗到最后，定会融合展开灵魂的战斗。你们就算在场也帮不上忙，还会被利用来威胁我。那我们就这么干等着？哎，跟在后面，保持距离，随时准备接应。终于来了，你好好恢复，我来对付他。诸多算计，到头来还不是落得如今的下场。并非只有你会用符咒。我欲成仙，是古代烙印重现。这是飞仙之光，果然与仙道有关。3000道境，我该开启新的阶段了。你何苦非要逆天而行，对抗命运？我的命运由不得你来左右。怎么说我们也拜过天地入过洞房？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去？10号已修出仙气，正面战斗，主神怎可能让他受伤？此事另有蹊跷，雕虫小技，还真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？不愧是青衣，一眼便识破了月禅的诡计，看出他心夺舍之计。补天术。你的确了不起，不过一介散修，到此时还能逼得我动用许多秘宝秘术。不过这次，你只能看着自己的肉身为我所用。难得的反击机会。悟道时所引的万道之火还有残留，你也尝尝滋味。被如此禁锢，你还有手段？哼！可惜我也尚有助力。糟糕，他借用了青衣的攻击，反倒压制了我的道火。
元神外射，却仍能留一丝魂力在肉身之内。你练成了传说中的元神镜像术。你与我融合之后，也会掌握。彻底做个了结吧。青衣，坚持住！真仙陨落之后的蛊火，一般助人进入神火境之后，就会自行离去。可这青月印却始终留在青衣体内。如今识海中又发生如此异变，青衣越沉。难道真有轮回印记不成？仙气，只是仿佛并非自己修成，而是伴随着那复苏的神秘魂力而生。三方脉动，仿若浑然一体。难道真是清月仙子陨落后留下的仙种印记，与这两人同源？青衣，放下执念，凭一把斩魂剑，还无法压制我。那加上养魂瓶呢？你哪来的魂炼？不是只有补天教才有好东西，但你始终别忘了，我才是主身。先天占尽优势，你终会臣服。你既然抵触，那我就偏要扰你心神。元神封印略有松动，可依旧无法力可用，行动极为艰难。
清月宴与我身心一体，可为无感外延，感觉如何？青衣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刺激到我？让我放弃吗？看来是在争夺身体。青衣，你太堕落了。看来又变主身了，唯有扰尽心神。女汉子，温柔点，别这么粗暴。哎，要不咱们结拜吧？我当大哥，你当小二。闭嘴！青衣回来了。期间，此封印略有松动，尚可勉强压制。他们二人的灵魂之力，能搞出这么大动静。看到了吧？每次我们只需略微相融，便会有如此成就。你就不想想，待到我们真正融合，会变得多么强大？你我不会融合的，那我就只能收服你了。如今这清月宴，也照样可为我所用。你又能发挥出它几成的威力？哼！谁说这清月宴是用来攻击你的？青衣，青衣，你疯了！补天教的仙子是见不得男人的躯体吗？那你又如何应对仙气浮现后，那火焰凝聚，如实体的无感？不是只有你能操控清月宴，我也可以焚它，成为灰烬。糟了，又变月禅了。我本就打算乱弹心神，既然你已选定了方式，我配合就是。体内潜藏的那团神秘火焰，当初清月宴就好像很怕他。他在做什么？若这躯体属于你，那一切感官经历自然也属于你。你就去面对他吧，仙子。我要毁灭你的印记，消除所有记忆。女孩子，别以为沉默就能蒙混过去。你这么做不好吧？
为了抗拒我，你竟去沾染那样的无耻之徒！你在干什么？奇怪，难道仙子感觉不到吗？要不仙子亲自去看看。你在做什么？准备伏击！青衣，算你狠，但你记着，你今日行此亵渎之事，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是不是亵渎你说了不算，有本事别走太远，继续心神感应。还是让他跑了。啊！快看看他们怎么样了！都打赢了，这俩人怎么还不出来？青衣姐姐，你疗伤结束啦？啊！身上怎么还出现了一缕淡淡的仙气啊？别胡说。说，怎么不彻底让青衣姐姐恢复了再走？小孩子在打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啦？看来是在争夺身体。为了抗拒我，你竟去沾染那样的无耻之徒！你在做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啦？不可原谅，不可原谅！该面对的总要面对，可这让人怎么开口呢？算了算了，可总不能如此这般，不然又能怎样？你到底把青衣姐姐怎么了？不许问这个。他说你们是……不许谈这事儿。不会是你们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不许乱猜。周正事，你们看，这所魂塔伏龙锁，还真都是好东西。补天教果然鼎云非常。
谁干的？联手了，他们联起手来，在追杀我们。天国、神庙、冥土几个大势力联手对付你，找不到你，就追杀所有跟你有关系的人。人太甚！哎呀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他们说不定你们在此等我。是好陷阱，逼你现身的。哎，等等我呀！针对我也就罢了，再敢波及我这青年，就要承受仙骨内灭门之祸。那荒杀了我神庙圣兽金纹白虎，今日捉你回去补偿。逃不掉了！你先进去躲躲。来者何人？你们不是在逼我现身吗？荒，你好胆子！一个人就敢闯入此界，就不怕古代王者前来围杀你吗？古代的王者，我又不是没长过。倒要看看是谁斩谁！王，既已现身，也难逃天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明知你等安排了陷阱，我怎么会不留后手？你怎知天边那道身影，并非我之真身？因为你等单独安排了那个废物来做诱饵，我就知道你们必定没打算正面一战。荒，只有个灵身与我对决，你欺人太甚了！你本就不配我真身出手。再说，你身上那股尸臭味，藏也藏不住。哼，别以为只有你有仙气。来。呀！
他还强。许道，你骗我！当着我的面伤我朋友，你还想投？饶命！你杀了我！也好意思口吐大言？好，那就让你尝尝这个。全靠这具肉身修出的仙气，也敢自傲？别急，我就凭此肉身，让你见识一下你我之间的差距鸿沟。知道我破绽了，杀！好。你以为我身体暗淡之处是弱点？是最强之处，又如何？自第三重至尊术出现，我之神通皆威力倍增，正好拿你施法。唯一洞天，既然靠明特阵纹护持肉身不坏，就先毁你阵纹，上路吧！你说的没错，你我的修行确有鸿沟。即将碎裂，还能逃到哪里去？其他敌人还不出手，在等什么？古圣子吗？
你敢现身前来，我照样来一个，杀一个。哪里逃？屠龙内并无元神，糟了！斩其一身！花又怎样？照样躲不过我的神界一击。好一个三环套月的连环诡计，想不到最后一击竟来自于你。你不是号称一击不成，绝不出手第二次吗？不如此，也难以骗过你。哼！你以为我的肉身那么好破吗？不过是诱你入局，顺便借你之手锤炼体魄罢了。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能斩你一次，就能斩你无数次。丁与肉身有莫名联系。这东西我笑纳了。还有什么宝贝？再拿出来呀！他们连起手来，在追杀我们。你先进去等等。还有谁想要一战？想不到最后一击竟来自于你。还有什么宝贝？再拿出来呀！太初，峥嵘岁月，神通不变。四人联手，看你如何破局。我所擅长的，并非偷袭，而是布局。哼。苍天，苍地，丧人。故弄玄虚。荒，你害死堕神子道人，我等来此是为他复仇，替天行道。哼，你们到底埋伏了多少人？
费这么大劲，就是为了让我来参加你们的丧事？死到临头，看你们牙尖嘴利到何时！白帮没准备，送你们块石头不成敬意。天下第一时驾到！这怪石能识别阵书，挡住他们。你才是怪石，你全家都是怪石！抽动了！我想了想，还是破阵要紧，且不与他一般见识。看来并非不能攻击本体。既如此，我也可假装破阵。大哥，大哥，走啊！99道神通，显！他的数10种封印于血肉的宝术神通齐出，看来是要跟你拼命了。99道神通，看你如何！不过是血肉铭刻之符文，彼此叠加而将战力放大。这些宝术你自己又不能真正操控，让你看看我如何组合各种宝术。武圣泽，你还不施展真正的手段吗？糟了，夺地神通！出去救我！拖住他一瞬！救我！你本就是一具古尸，别怕死吗？传说仙古时代，有神圣药源在虚空中漂流，今日竟显化于此。听闻此地有一个神秘药源，有各种神草，长生仙药也在其中。生有长生仙药的药源，仙雾弥漫，难道是真仙显化？
让你们先走，也快不过我。这仙乐飘飘，动人心魄，此处真是祥和甚好。吓死我了！有上古法阵护持。你不是阵法大师吗？那大师也得有材料啊！我这种法阵需要有黄血。皇朝，感觉里边有什么东西，能与我血脉共鸣，再吸引我过去。嘿，想过去吧？嘿嘿，那就借我点血此书应是真皇朝血，可是法阵无法进入，希望借用你的皇族血脉，尝试破阵。多谢。看我的，以血为引，住！你们去探索吧，此地与我血脉共鸣，我要在此悟道。你醒了？耶，翅膀也长出来了。好你个吃货，前边那么多麻烦你都不行，一进这仙谷药园你就醒过来了。去吧，自己去找点吃的。哎，黄血石，真有这种东西？我家大人想跟你谈谈。你家大人是谁？神药通灵。你要跟着他去犯险？反正也要探索，有他在身边，哪怕当个人质，也更安全一些。唉，罢了，本座也去看一看。到了，我家大人就在那里。万物凋零，世界将寂灭，直至开启新的纪元轮回。我所画形容，就是在模仿其中的长生仙药。那女子果然与徐天腾一模一样。你找我，如果是为了说刚才那些话，怕是找错人了。我还管不了机缘更迭的事。啊，我只是想结个善缘，望你放过岛上的一些奇药，且我还想求助道兄解脱我以及这岛屿的禁锢。为何找我？
在药园之外，你曾用过一柄神剑，唯有它才能斩断禁锢，好让我等离开这里。你是说他如此草率将我引到此处，你就不怕我对你不利吗？面对皇朝诱惑，你既能客气地请同道相助，而不是动手强取。我想，也许你值得我冒险。当然，更关键的是，末世将至，唯有逃出去，才有一线生机。可眼看纪元更迭，我没时间了。若不抓住眼前的机缘，谁知还能否等到下一个可能？道兄若肯帮忙，我可送奇珍于你。那先送点宝料奇石看看。你是求我帮忙？给他东西有什么用？我可再送道兄2滴长生液。道友若能斩断，就也赠与道友啊。这剑态竟可吸收仙金精华，化成那白色仙气。自由了，自由了！多谢道友相助，我再送你一场大造化。生有长生仙药的药源，多谢道友相助，我再送你一场大造化。人仙殿乃人仙炼药之所，在那里修行，哪怕冲关失败，危及性命，也有10次重新再来的机会。神仙殿果然名不虚传，哪怕是一幅壁画，都可以演化一片宇宙苍穹。想来此殿内定然潜藏着巨大的危险。巨大的危险？那你不早说！有你这么恩将仇报的吗？道友何必如此暴躁？此处确有危险，但你那同伴欲行前所未有之事，行亘古未通之道途，危险更甚啊！那我不管，没提醒他就是你不对。
王八怎么过两招？我乃长生药，从不打架。看，人仙殿绽放光芒，他已开始闯关，只需能闯过外围4关，便可得平安。还可多10次摸索前路的机会。你一惊一乍的干啥？我一时不察，忘记如今天地巨变，道则已不同。当今之事难得仙谷高手，而此地哪怕在仙谷时能闯关成功者也十不存一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脑子？这么重要的事都能忘记，让我揍一顿！仙谷纪元的法门，运转法力方式与今世完全不同。果然有些门道。若是能同修古今2种体系，又会有何成就？机会难得，正好多了解些仙谷一术。神千万，仙谷法也有此术。仙谷纪元论的是仙道，而这一世却是神道，孰强孰弱？记住，万法殊途同归，不分高下。原来如此，那就以力破巧。哼。肉身对抗，看来是考验肉身强悍的关卡。以我的肉身都如此艰难，看来仙谷纪元应还有专门锻炼肉身的法门。神的攻击，竟有此元神变化之法，仙谷修炼之法，果有值得借鉴处。怎么好像被什么盯上了？这汗毛倒竖的感觉，比前面几次都要可怕的多。此物可拿来成就己身，在神火境时中道。与那枚仙种类似的人，看来也是一枚道种，那就比一比。一直觉得这仙种不凡，想不到这么厉害。看来便是在仙谷纪元，这枚仙种也可称成至宝。哎呀，怎么还没结果呀？我大哥一定没事。哎，想来他耐力非凡，说不定已闯过了1、2关，此时尚不舍放弃。他怎么了？
他闯关成功了！哎呀，想不到当世竟还有人能超越仙谷天才呀！嘿嘿，你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大哥？哎，刚才你是不是觉得他过不去？你敢看不起我大哥？哎呀，都说了，我乃长生药，不打架，不打架。想不到这人仙殿如此难闯，怪不得前边遍地遗骸。有人？不对，此人生机早已断绝，且看服饰，并非当世之人，肉身并无伤损，可是神魂不在，仿佛被生生剥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午休为灌溉同辈，人称小仙王，为修第2道仙气，求世间最强，然万道焚身。尝试诗词，舍命冲关，终于成功。此路通往的，并非超脱，而是无边黑暗。燃万道焚身，跨越纪元，先后到此的2人选的竟是同一条路。只是他又说，此路并非通向超脱，而是黑暗。这又是何意？我是我，并非小仙王。你虽陨落，可我却并无退路。哎，见鬼了！你完好无损，活着出来了。嘿嘿嘿，我就说我大哥一定能修出第2道仙气的，并未成功。那什么？也在。嘿，我说这小家伙那么能吃，原来是跟你的。你是他家大人，看起来大家都认识。嘿嘿嘿，那可太好了。行，该拿的都拿了，该吃的也吃了，诸位该告辞了。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可否知道还有哪些路可以万道焚身，超脱真我比肩？自然是先知故乡的真正仙道手段。先知故乡，仙道手段，你了解多少？我曾伤过根基，这些记忆早已模糊不清，无法告知。再会了。有仙道记忆，又有万物土，难不成这家伙是战死的仙王，被葬于特殊环境下日久通灵？你想什么呢？想这老龟是不是在糊弄我？你一个人来的？洛道、陆毅、蓝依晨都在，还碰到了曹雨生。那胖子说要研究什么阵法，在皇朝外围挖山呢。你们碰上那几个古代怪太没对你们出手吧？哼，在这儿啊，他们的注意力都在各种宝药机缘上边，倒没有针对我们。不过，军道在四处散播，说你得了长生药，白龟驼仙。他又造谣，哼！他这是打算祸水东野，让我成为众矢之的啊！我倒觉得未必。你荒之大名，响彻仙谷，等闲修士，谁敢来惹你？
只是若知道你身怀长生仙药，必定各方瞩目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行踪就很难遮掩了。宵小之辈所在多有，当行则行，遇事做事，我有我的安排，也没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。虽然如此，也不可不做筹谋。咱们可以做2手准备啊。几位别跟着了，其他人哪个不比我本事的？光怎么会选择与我同行？数到3，赶紧补，不走的就永远也不要走了。这些人没完没了，烦死了！这个荒倒是会固步一阵，看来跟踪无用，得想办法逼他现身了。哼，洛道、蓝依晨，还有那小胖子、小兔子，把他们逼到一处，看那荒来不来。又是几番尝试，却终究难以成功。每次都在将死之际不得不放弃。我到底有何欠缺？舍命冲关，终于成功。舍命冲关，难道是一抹让我一往无前的勇气？看来小仙王之事，终究是对我的道心有所影响。时候，你也知道自己并无退路。若不修出第2道仙气问鼎当世，怕是难以生离仙谷。第2道仙气仿佛就在眼前，只是我的身体坚持不住了。可这次我不会停止，因为此事唯有勇往直前，不进则死。仙王最后的遭遇，修成第2道仙气后才有资格丹仙。现在我要做的是活着修出第2道仙气。黑暗，真的是无边的黑暗。人仙殿，乃人仙炼药之所。仙骨法也有此术，得，这多了解些仙骨一术。又是几番尝试，却终究难以成功。舍命冲关，终于成功。舍命冲关，难道是一抹让我一往无前的勇气？黑暗，无边的黑暗。当你境界至此，自会证无人相、无我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之心境。
也会明了所谓过去，只是已立之未来，未来不过未立之过去。千秋万载，纪元更迭，终不过世事轮回，皆在此时此刻。逃不掉了。告知我荒的下落，不要找死。找死？凭你们几个去找荒，才是找死。何必与他们废话？留2个拷问，其余全部斩了。荒野陨落，去把肉身炼药，夺机缘解仇恨，就在今日！你们敢！站住！此路通往的，并非超脱，而是无边黑暗。是那无边黑暗。此时我并未动用任何法力，元神却还是在不断衰弱。怪不得小仙王那等人物最终陨落的那般下场。难道我也只能坐等着魂飞魄散于此？这么多被困的元神，很多看起来甚至是仙古纪元的物种，为何还活着？难道仙古纪元有抵御元神散逸之术？可仙古之法我根本不懂啊！我到底是如何沦落至此？
是我已修出了第2道仙气。仙气，仙气。记住，万法殊途同归，不分高下。仙道、神道，万法殊途同归，不分高下。殊途同归，那他继承仙气，应是成仙之际，暗合仙骨修行。可不论是与不是，那2道仙气皆缠绕肉身。我如今只是元神，根本无法动用。可他们也仅是元神，又是如何调动仙气之力？柳神气息，柳神，柳神，只是一截残余的柳枝。柳神，柳神，是我是10号，你要去哪儿？所谓柳神，既非柳神，是名柳神。柳神是名柳神，对，那只是一截柳枝显化，可在我眼中，他却与柳神一般无二。那到底谁才是柳神？你是在告诉我，神心一体，真如不二，哪怕只是自身的一部分，亦是自身。毕竟修行根基所在，总有融通之处。既如此，肉身、元神皆是真我，只要修出了仙气，应都有所得。绝不可能只有肉身得其滋养，却全然与元神无关。仙气，真有蕴含元神之中的仙气。反正是你布的，拦住他们！哪怕只留肉身，也可能有复苏的一日，绝不能让他们夺去。我在阵外，怎么控阵啦？我们去拦住后面的追兵，你们专心对付前面3个。看，大荒的肉身就在法阵核心。拜托2位道友拖住敌人，去扶阵。被他们骗了，快下！啊！以之避战，可不是怕你。这次你们既然要伤害我兄弟，就见个生死！有我在，也不许破我兄弟！元神之力不再莫名消散了。原来那些元神是凭此仙气才保持元神万古不朽。这并非是先后修出的那2道仙气，而是当初以为凝聚失败散逸的那一道。原来它并未散去，而是化作无形，养其躯，壮其神，与真我合一，无所不在。此仙气不但可护持元神，且可以元神之力掌控调动，说不定可及此脱困。这牢笼如此坚固，看来唯有凝聚全部力量，才有可能突破。只是现在元神衰弱，怕是只有一次出手机会。就以这仙气为基，催动那第3种至尊术，提升战力。汇聚我2种至尊术，鲲鹏、雷电，再加真皇、真龙、金蛇之力，基层修炼的剑意。
神魂归位。两刀，是2刀仙气。夺下此肉身，也是天大机缘。逼退他们！神幡定锁，界限无形。机缘引我到此，可这并非出口。您到底是想告诉我什么？柳叶在引我以仙气与之共鸣。虽有仙气绕体，可并无神魂波动。想来，不是入寂灭深处冲击修行关口，便是因故正在沉眠。出手！大哥！哈哈哈！哇，你也有今日。两位道兄，此肉身缠有2道仙气，你我可一同参悟。只需走通此路，莫说当世无敌，说不定可添长生之机。哇！快醒醒！等等，我怎么觉得他神识未灭，未必就死透了？可莫要留下什么后患才好。你们先等一下，我门中有一秘法，可搜魂拘灵，请待我试一试。若真有神魂在外，也好斩草除根。刻骨之痛，必须尽快找到出路。还魂之术，有人在试图引我神魂归位。那秘法的源头就在此仙气之路的出口。一定要全力一击，彻底绝此后患。打得好算的，可惜我回来了。
这个当大哥的，怎么会比你18天先死？此时再不拼命，你我皆死无葬身之地。九天十地，神魔融合，玉石俱焚。不是要拼命，怎么跑啊？慌！千古争霸胜负平常，我不是对手，退走也就罢了，何必赶尽杀绝？哼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既然不容我走，就战！杀！你倒是果断。护住大家！好。舍弃肉身，你小子倒是决绝。下次再斩元神，就剩你了。可惜我为何留你到现在？因为我猜那引路招魂的经文是你送的吧？这是我的谢意。不
不过那谢意，到此为止了。此时即便避战，也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时候招惹这么多人？一个宁川也就罢了，他们此来并非为你们，应是与我一样，察觉到黄金道宫即将出现于此。来得好，我正打算为兄弟两肋插刀呢。这殿宇，这就是黄金道宫上一纪元的遗迹。每每与仙道擂台一起现世，他一出现，就说明此番仙古争霸怕是已临近尾声了。他们以法力共振，与道宫共鸣，有时能引出道宫内仙古珍宝。既有此机遇，岂能让他人占先？元神撞击，谁这么狠？为国基人物都不要。仙胎，如此强大的元神，必是仙胎。那元神的气息黑暗孤寂，暴虐癫狂，难道还有旁人也逃离了那黑暗牢笼？接引，难道是正为接引这仙胎而现？丹又为何将那元神削弱至内部处？所谓接引，又是将其接引到何方？想不到本次仙古大赛终结得如此之快。仙古时日与外界不同，自擂台出现到凝聚成型，短则半年，长有10余年时间也说不定。唉，遇到此等良机，竟然一无所获。诸多历代王者在此，凭你也做如此妄想？哼，还敢出言不逊？看来上次打得你还不够疼啊！倒要看看这两人的手段到底如何。
小友，看在老夫的面上，就此离去吧。天使，前辈开口，敢不从命？你我终有一战。仙道擂台上，我们终会相见。这位前辈怎么称呼？为何要特意助我？我名马元，虽是人族，可以出身仙谷，乃是此地原住民。听闻小友曾助我仙谷寻回祖籍灵圣物，我自当出手相助。这位天神前辈既与荒兄誓有非敌，我已不再打扰，告辞了。你是人族，手中的弓箭却像人马族的武器啊！仙谷之内，各族融合交流，兼容并包，也是修行正道。我看小友身上还有暗伤，还是先疗伤吧。我有一秘法，可助你疗伤。小友，我来助你疗伤。进来暂避，我有脱身之法。无非吹灰之。老匹夫，你还真以为能瞒过我呀？你怎知道我要对你动手？自然是因为你这身装扮。仙谷之内，各族融合交流，兼容并包，也是修行正道。那腰带乃人马族专属配饰，即便有人族修了人马族的攻射之术，岂会连配饰都模仿得一般无二？且莫露声色，一会儿听我指挥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还与柳神颇有渊源。你身为仙谷原住民，为何要对我出手？柳神，祖祭灵，他将我们遗弃此地，不闻不问。一个纪元，任凭我等受尽仙谷法力侵蚀折磨。与其于忠于他，不如就此夺了你这修出2道仙体的躯体。悟透你能得此成就的秘密，破了这法力侵蚀，杀除仙谷。哼，总想着夺他人之物，你们这些人就不能自寻突破吗？要你多嘴！小年纪，肉身强横至此，好得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来倚老卖老。老大年纪不想着如何自寻超脱，总盯着小辈的机缘。你好，天怜我，天助我！今日不仅能夺得修出2道仙气的躯体，又能获得如此罕见的仙种，何愁法力侵蚀不破？老匹夫，刚刚受伤的是你，你搞清楚状况。哼，你一个神火境的小小术士，也敢当天神之位？刚刚不过是我太大意了。我只需一念，便可重组真身，些许微伤能奈我何？此战就此结束。要开始了。哼，装神弄鬼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。不好意思，我算错时间了，现在才开始。法力侵蚀，对吧？我给你加些分量。这天河之水的侵蚀之力，叠加你原本仙骨侵蚀之伤，现在你还有力量定住这天河之水吗？小辈，待我疗伤归来，定取你的肉身炼药。我等着你。马元虽败，未必不会卷土重来寻仇于我。咱们就此别过，各寻机缘。仙谷擂台再见。与仙谷移民结仇，在仙谷内再难寻庇护之所。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呢？我准备去黑渊陡壁，那里仙骨法力侵蚀之力更强，想来那些仙骨天神不敢轻易涉走。哎，要是你在黑渊待腻了，也可以去暗界混沌文湖，那里也是仙骨移民禁地，无人敢入。不会出主意就别瞎出。混沌文湖危机四伏，凶险无比，你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哼。信息多多益善，多谢。此番虽又压制住了，可长此以往，怕是非死即疯。这仙骨法力侵蚀，已折磨我等整整1个纪元，成就越高，痛苦越甚。我原本以为早晚定死于此。可天可怜见，让我发现了那荒，他竟修出了2道仙气。
其成就可比肩传说中的仙骨天才，本纪元更是见所未见。如此说来，只需擒杀了他，悟透他身上那些秘密，你我也很可能突破本纪元的桎梏，摆脱这法力侵蚀之苦。他有此成就的机缘，亦来自仙骨，正该还情于仙骨遗民。只需牺牲他一个小我，福泽万千遗民，岂不快哉？他竟然出现了！老匹夫，你还真以为能瞒过我呀？我疗伤归来，定取你的肉身炼药。我等着你。他竟修出了2道仙气，天可怜剑，只需牺牲他一个小我，福泽万千遗民，岂不快哉？我曾助你等寻回圣物，你等反来袭杀我。3大天神展颜截止，命！须赶在天神到来之前入黑渊暂避。脑皇，银刚离开不久。青铜之花，绽放！把那荒给我活着抓回来！龟仙预言。纪元轮回将至，若无第3道仙气，超脱无望。即使避过追杀，亦难逃末世劫难。必须择地闭关。早成为仙骨法力侵蚀已极强，黑人更是连教主也难以力敌。这偶像分明也是仙骨原住民。怎么敢来？半文密布被法力侵蚀得如此严重，怎么还有如此实力？抓住他！而且这几人仿佛心智不全，他们怎么全无生气？难道并非活人，只是傀儡？罢了，看来唯有涉险去那混沌文湖，看看能不能甩脱他们。
魂不散，毫无忌惮。混沌文虎，想必这些就是混沌文了。看来若不利用他们引发混乱，怕是难以脱身。这些文字的叮咬竟能削弱元神，若非肉身护持，恐怕进不了几下就要魂飞魄散了。哼，不信你们也挡得住这般攻击。这绿色的法力，还有这三人的眼睛，也是同绿色。系统之火，杀吧！如此说来，若你们是傀儡，那尚未现身的幕后主使，定来自仙殿。真正的敌人尚未现身，防护法阵还刻意将我护在核心，看来指定是活捉我。如此倒正好，可以以身入局，引出那幕后主使。雷帝战衣、万灵图能挡下大部分攻击，虽仍有缝隙，但这几下应还来得及。废物！
神火境的肉身不过是一间驿站而已。你想斩灭，便由你斩。此钟名为落魂，只消轻轻一摇，你的元神自会崩溃。现在给你机会，将元神自我了结，免于元神溃散之苦。看来帝冲的确是你的后人。这明明吃了大亏，却还要嘴硬的脾气，如出一辙。好，好，不是如此桀骜之性，也修不出这样强悍的肉身。幸亏有雷迪战衣护身，来的丁老不多，不然哪怕有万灵图保护，怕是也难承受这一击。怎么会？纵使你元神接近天神，方才也被无数混沌纹叮咬，怎有余力挡下这一击？带着你的问题，去死吧！猜到你也不过如此。若真是自身实力强横，又何必花力气控制分身傀儡？你自以为得计，别忘了我的傀儡仍在。你被保护的太好了，没被这混沌纹叮咬过吧？你没了肉身，看你能不能等到他们。这下坏了。出燃神火的蝼蚁，竟敢挡天神之威！好，唯有这般人物，才配得上做我真正的祭宿之身。护法阵，小子，知道你诡计多端，既现身，你怕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出世了。怎么会？带着你的问题，去死吧！这下坏了。这壶煞气逼人，不宜久留。几番遇险皆得此火相助，他到底是何来历？
可恶散溢出的精气，竟能抵挡杀气，助我疗伤。如今黑渊也去不得了，那火焰不受我控制，怕是难以安全脱险。有此精气相助，不如就在此地修行。先下探看个究竟。女子与那龙骨遗骸，是交战同归于尽，还是盟友御敌，一同陨落？当时不可成仙，即使仙师，至少也是一个纪元前的人物，竟然还……他们皆为天神，岂会不知混沌文狐之险？怎会莽撞闯入，从此音信全无？道友息怒，龙雀等3位天神，被那荒迹混沌文之力斩落于混沌文湖了。荒，他现在何处？人马都传出消息。荒落入混沌文湖，生死未卜。听闻众多古教赶过去，夺他身上机缘。这么久了，还没寻到那荒的踪迹，怕是陨落湖中了吧？伤势尽复，仙气也撞到了不少。看来这精气不仅能疗伤，还能助我滋养仙气。那荒身上秘宝圣药无数。还有种种莫测宝术，便是他那肉身啊，也是难得的至宝。离地3尺，也要将他找出来。得知精气滋养，我这2道仙气日臻圆满，身心也宛若日日洗炼，在不断变强。自从2道仙气圆满，体魄元神愈发强大之后，这些混沌文都不来叮咬了。看来想要冲击第3道仙气，只能出去渡劫。
还以为你被混沌纹分食了。既然未死，今日你该还血债了。原来是送瓜子的来了。可惜你臭不可闻，实在难以下咽。受死！葵花越多，瓜子越多。哼，怕之不休。此地就是你藏身之处。谁还说不定。想不到你还敢出现，好一招掩人耳目。原来你们二人所做的一切，都为了这一剑。可惜，只是轻伤。你以为只是寻常一剑吗？我揍到嗷叫！小子，你可知我为何不直接斩灭你？不死只需参透你的秘密，或许就能让我等摆脱此法力侵蚀之苦。但你不该一再藐视天神之位，给我跪下！老东西，要战便战，绝不屈膝！抓住他！你们，三位天神，此事与我们无关的呀！
战胜龙雀他们的。你快要见到他们了，到时可自己去问。既知此地凶险，我等又岂会步龙雀后尘？那两只天神境混沌纹也在，只些许法力分明困不住他们，却如无头苍蝇一般乱撞。看来受仙骨法力侵蚀，神智已彻底混沌了。不过只要境界战力还在就行。小辈，任你再多诡计，在天神面前也不过自取其辱。我若决意取你性命，哪怕真仙亲临，亦不能阻。区天神也敢蔑视真仙，又是此等伎俩，看来你也别无什么倚仗了。天神在此，你凭一枚古符，就能撑到几时？别以为此处只有你们三个，是天神。这些混沌纹同样受到仙骨法力侵蚀，并能被天河水激发狂性。我再给你们加把劲！玄黄元根这座圣火要定了！真以为可以杀我？我要让圣血救我的大地之路！忘了告诉你，同界一战，从未败过。